这帮犯人的东西！空间封锁。这样一来就没事了。真是两个不让人省心的家伙。这么多年来，还是第一次用这种办法召唤。什么？族中遭遇大难，我必须回去。等事情解决完毕后，我会回来的。这道防御足够保护你们再次完成进阶了。随着《斗破苍穹》动漫剧情的更新，现在《斗破苍穹》年番已经来到了三宗合围加玛帝国的阶段。萧炎组建的炎盟也成为了这次加玛帝国抵御外敌的主力军，并且美杜莎女王坐镇炎盟，成为了炎盟唯一的斗宗强者。如今随着《斗破苍穹》年番第65集预告视频的更新，关于这段剧情也是终于来到了高潮阶段。01三宗合围加玛帝国。这次加玛帝国遇到了加玛帝国史上最危险的挑战，以出云帝国为首的三大帝国率领着众多强者围攻加玛帝国，并且三大帝国也都派出了他们的最强宗门。按照原著小说的剧情来讲，这三大宗门分别是出云帝国的毒宗、落雁帝国的金焰宗和木兰帝国的木兰谷，而且在这三大宗门里面都有着斗宗级别的战力。加玛帝国现在斗宗强者也就只有一个，至于斗皇斗王虽然也有不少，但是却也比不过三大宗门加起来的数量，因此无论是斗宗强者还是斗皇斗王，加玛帝国都是占据了劣势地位。不过好在这三宗虽然联手了，但是却都互相猜疑，不肯出全力，所以说加玛帝国在三大宗门的围攻之下也是坚持了1年多的时间。美杜莎女王重伤，萧炎回归。从这次放出的第65集预告视频来看，金焰宗的焰落天和木兰谷的木兰三老和美杜莎女王打了起来，最后美杜莎女王差点被他们杀死，不过好在萧炎及时赶到，最后才得以救下美杜莎女王。其实美杜莎女王之前在和毒宗宗主天毒女大战的时候就已经受伤了，不然仅凭他们想要战胜美杜莎女王还是有些困难。美杜莎脸颊冰寒地注视着焰落天，旋即身形一动，再次出现时已至要塞外的天空上，她目光扫过后者，却是一笑，一个2星斗宗而已，也敢在本王面前放肆。嘿嘿，美杜莎女王艳名传遍周边好几个帝国，果然是名不虚传，本宗知道一人定然并非是你对手，所以自然也是没有打算单打独斗。焰落天嘴角也是浮现一抹冷笑，缓缓的道：哈哈，不愧是美杜莎女王，当真是女中豪杰，今日便由我们3位与焰宗主来与你过手吧。就在焰落天声音落下时，3道色泽不一的流光也是从下方军队中暴掠而出，最后化为3名笑眯眯的老者出现在半空之上。望着这出现的3位老者，美杜莎眼瞳微缩，脸颊冰冷的一字一顿道：木兰三老。落雁天笑了笑，目光瞥了眼那后方庞大的黑山要塞，却是突然道：女王陛下，我们所图其实只是加玛帝国，与你蛇人族并未有太大关系。若是你肯率领蛇人族就此离开，我3大帝国定会允许你们在这块地域繁衍，何必跟着他们垂死挣扎？闻言，美杜莎目光淡淡的扫了他一眼，道：你还真当本王是3岁小孩？这种时候说此事，未免显得太幼稚了点吧。脸庞上的笑容略微僵了僵，焰落天轻抖了抖手中的焰灵剑，
淡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让蛇人族就此消失在这西北地狱吧。”凭你！美杜莎黛眉一挑，妖艳的脸颊上讥讽更甚。凭我与木兰谷的3位长老。燕洛天一笑，偏过头对着3位木兰谷的长老道：“3位长老，动手吧。”闻言，3位青袍老者点了点头，旋即猛然各自退后一步，彼此间刚好是形成了一个可攻可守的玄妙阵型。而随着阵型的结成，青、红、蓝3道雄魂斗气自3人体内暴涌而出。涌出的斗气并未扩散开去，而是沿着阵型闪掠而出，最后3道斗气彼此交织，形成一个完美的循环，沟通着3人的精气神。而随着循环的完成，3位老者衣袍之上顿时爆发出一道充斥着蛮荒气息的惊天兽吼，旋即衣袍一阵鼓动，那3头狮虎熊猛兽化为一股血红能量涌出，将3人的身体尽数包裹。而伴随着这股血红能量的涌出，3位老者原本各自为战的气息也是逐渐的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丝毫不比一旁燕洛天弱多少的恐怖气息。呵呵，木兰谷的3兽蛮荒诀不愧是从远古遗传而下的地阶终极功法呀，这等合体之效当真是无比奇妙。感受着一旁那股隐隐散发着一股蛮荒之味的磅礴气息，那燕洛天顿时大笑道，然而在大笑之余，其眼中也是闪过一抹深深的贪婪。雕虫小技而已，哪有金焰宗的焰天行身法斗技奇妙？血红能量包裹着3位青袍长老，最后在他们脑袋的部位化为血红色的兽头，远远看上去，木兰谷3位长老倒像是变成了3个半兽人一般，而先前的声音便是从那位化为虎头人的老者嘴中传出。或许是因为功法的缘故，这位老者的声音也是隐隐带着许些虎啸之声，震人心魄。美杜莎眼神凝重地在木兰谷那3位长老身上扫过，心中也是一声轻叹，今日果然是免不了一场大战。叹息落下，美杜莎也是迅速凝定心神，将心中杂念抛出而去。磅礴的七彩能量自其体内如潮水般的涌出，最后宛如一块七彩天幕般从天而降，而其身形则正在天幕中央。瞧得美杜莎这般声势，那燕洛天眼瞳也是微微一缩，不愧是能够与毒宗那个变态家伙相抗衡的存在，这般磅礴斗气他自认不如，不过还好，他今日可并非一人。对着木兰谷3位长老暗中使了个眼色，旋即4人几乎同一时刻爆射而出，顷刻间爆发而出的惊天斗气令得下方无数人心惊胆战。燕洛天的速度极为迅猛，仅仅一个呼吸便是出现美杜莎身前，手中燕灵剑一震，剑身顿时如毒蛇般的射出，凌厉剑气使得周围空间都是出现了剧烈波动。望着那陡然爆发的攻势，美杜莎脸色不变，先手一握，一柄七彩蛇形长剑便是凝现而出，手臂一摆，剑身扭曲出诡异弧度，剑尖绕过燕洛天手中燕灵剑，旋即猛然狠狠一推。哼！可怕的劲道从剑身之上涌来，燕洛天沉闷一哼，背后那宽大的燕翼陡然一摆，顿时那燕灵便是犹如锋利剑之般，直接对着美杜莎身体每一处部位攻击而去。感受着遍体的寒气，美杜莎手中长剑发出清澈剑鸣，旋即猛然一抖，顿时密密麻麻的残影涌现而出，短短一瞬便是将其身体尽数包裹。枪！枪！燕灵爆射而来，砸在那密密麻麻的剑影之上，在双方消耗中，剑影迅速化为虚无。就在最后一道剑影化为虚无那一霎，燕洛天目光一闪，手中印结一动，一道蕴含着雄魂能量的璀璨金光在面前浮现，最后爆射向近在咫尺的美杜莎。七彩剑影闪动，美杜莎刚欲应接对方这记攻击，背后一股夹杂着蛮荒气息的低沉兽吼声猛然响起，旋即一道凌厉拳风带着撕裂空气的尖锐声音狠狠而来。突如其来的夹攻令得美杜莎面色微微有些变化，先手一握，
七彩能量急速凝聚，最后也是狠狠地对着身后送去。砰！嘹亮的能量炸响，在天际陡然响彻，旋即在那无数道目光中，美杜莎一声闷哼，身形暴退10来步，而对面的燕洛天与木兰三老却是仅仅退后了2步距离。显然，这次交锋，美杜莎以1敌2，吃了暗亏。卑鄙！以2打1还敢偷袭！城墙上，海波东等人见状，顿时再度怒骂出声。哈哈，美杜莎，看来你与毒宗宗主交手也受了不轻的伤啊！今日看你还凭什么来阻拦我们？瞧得美杜莎受创，燕洛天眼中顿时爆发出一阵喜意，大笑道。萧炎在晋级斗皇之后，立马带着紫妍赶到了前线。最后，萧炎和美杜莎女王联手对付金焰宗的燕洛天和木兰谷的木兰三老。萧炎虽然说还没有到达斗宗级别，但是在天火三玄变以及3000雷动等功法的加持下，也是媲美斗宗。最后木兰三老的3兽蛮荒诀被萧炎破解，最终这场危机也是被萧炎轻松化解了。4大斗宗强者出现，在这集中一共出现了4位斗宗强者，他们分别是美杜莎女王、毒宗的天毒女、金焰宗的燕洛天和木兰谷的木兰三老。其中天毒女也就是小医仙，因为本身恶难毒体的原因，所以整体实力算是最强的一个。金焰宗的燕洛天只是斗宗初期而已，木兰谷的木兰三老需要使用3兽蛮荒诀才能拥有斗宗实力。重点讲述一下木兰谷的木兰三老的3兽蛮荒诀，这个和当初萧炎在黑角域里面遇到的金银二老有些类似。木兰谷的木兰三老虽然只是斗皇巅峰的实力，但是在使用了3兽蛮荒诀之后，确实可以拥有斗宗战力。不过这个斗宗战力只有一个，但是这个斗宗战力却是可以在3人的体内随意转移。金银二老的斗宗战力是合体，他们是2个斗皇巅峰的强者变成了一个可以媲美斗宗强者的人。至于木兰谷的木兰三老还是3个人，只是因为3兽蛮荒诀的原因可以产生一个斗宗战力，而且这个斗宗战力可以随意在3人体内转移，这样的话就是其中1人可以拥有斗宗战力，其他2人还是斗皇巅峰的实力。好了，本期就聊到这里，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如果你也对斗破苍穹动画感兴趣的话，请点击关注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